太狠了，宗門聯盟那些人實在是太狠了。不行，這樣下去不行。大家分開跑，過後再會合，聚在一起容易被他們打中。聽到這話，黑金山弟子果然分散開來。分得好，我看到葉榮月的位置了，聽我令，集火葉榮月。分散什麼分散？分散開了誰保護我？誰保護少主？你們腦子裡裝的都是什麼玩意兒？回來，都給我回來！金世蟲，你想害死我們呀？你這白眼狼蠢東西！葉榮月不敢回頭，但他能夠感覺到自己身後沒人了。下一秒，一個爆炸符打在了他的後背，轟的一聲響，他感覺自己的後背被炸開了，整個人從半空中栽倒下去，滾出去好幾圈。他感觉自己整個人像是被分屍了一樣的疼。他的手，他驚慌失措地把手收回來，捂進了懷裡。榮月！兩人迅速地衝到葉榮月身邊，將他從地上抱起來，掩護着他撤退。雖然葉榮月迅速地被救走，但他滾落在地上的時候，葉玲瓏還是看到了一個10幾歲姑娘的手竟然乾枯又緊皺，上面還冒着滲人的黑氣。葉榮月被反噬得厲害，看樣子黑金山再繼續這樣造化神，他遲早要慘死。不行，在天道制裁葉榮月之前，他一定要先動手。就追他們，其他人先不管。葉玲瓏說完，大家便配合的只追葉榮月和趙尚宇他們的方向。出的什麼餿主意？你故意的吧？對不起少主，我把他們召集回来。黑金山弟子听令，保護少主少夫人，不得亂跑。哎呀，現在黑金山改金世從做主了嗎？不对啊，他发号施令這麼老練，這不是第一次了吧？天哪，你們該不會沒覺察出來他想要造反吧？氣得趙尚宇回頭又是一巴掌甩在了金世蟲的臉上。聽我令，集合撤退。這時黑金山的弟子又重新聚集了起來。忽然間，一道震耳欲聾的巨響傳來，黑金山弟子不管不顧地往前跑。當地面裂開的時候，他們在最後的幾個弟子掉進了裂縫裡面。大家停止追擊，迅速後撤。裂縫和之前那2條一樣，又大又深，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錯覺。這條裂縫出現的方式不像是正常的震動引起地面崩裂。來了來了，大妖獸帶着他的靈寶出來了。看到一只強大的3色妖鹿，不僅個頭大，而且修為也很強。於是葉玲瓏組織大家開始對這只3色妖鹿發起進攻，驗證他們這幾天捲天捲地捲自己成果的時候到了。情況如何了？少夫人雖然重傷，但性命暫時是保住了，但短期之內她是不可能再動了。什麼叫不能再動？就是不能再戰鬥了，接下來的日子都要被人給抬着走，她自己走不了了。不就是中了個爆炸符嗎？挨打中的弟子那麼多，其他人也沒傷得那麼慘烈呀。少主，其他人的修為比他高啊，他只是一個金丹的。金丹怎麼了？葉玲瓏不也是個金丹？反應過來了，他剛剛說了什麼屁話？轉過頭問另外一位傷員的情況。費師兄情況如何了？少主，他也是受了重傷，但他本身是化神，身體条件好，所以不会伤及性命，且一直醒着。就是最近的戰鬥力會大大下降了。那一下到底發生了什麼？他在自己的武器上做了手腳，他早有準備。所以他並不是一直那麼厲害。當然，他就那一下，如果我能躲过去的话，死的就是他了。趙尚宇一怔，他怕了一個装模作樣的金丹，又被他給耍了。若有下次，我一定殺了他報仇。若是他下一次還是故意吸引着你過去，又有新的詭計呢？這樣下去不行，黑金山損失慘重，若要翻盤，為今之計只有聯合整個黑山盟，並且再增加更多的化神數量，必須要以絕對優勢碾壓他們才可以。只是不知道少夫人這情況，她還能不能行？只要不死就能行。榮月，你咬咬牙撐一下，等過了這一關，我會補償你的。躺在一旁治療傷勢的葉榮月身體一顫，在眼底的溫熱湧出眼眶之前，他閉上了雙目。真是他的好夫君，從他受傷至今，從未問過他一句疼不疼。在第2天下午的時候，才終於把那只3色妖鹿給耗死了。他倒地的那一瞬間，所有人都鬆了口氣兒。在分配那一株3色妖鹿守護的双圣灵芝的时候，他也平均分配了。他讓花詩晴把那一株双圣灵芝摘下來，煉制成4枚丹藥，清玄宗、昆吾城、七星宗以及隱月宮每人1枚。大葉子，我今晚又給你帶來很多好吃的，你快起來嘗嘗。他迅速地上了身，然後安靜地等着葉玲瓏投餵。今晚喊我，是不是還有別的事情？
不愧是大葉子，什麼都瞞不過你。我想再試試上次的推杯遊戲。不服輸？服，但是我總不會一直輸。除了這個，你還有別的心事吧？大葉子，你怎麼連這個都看得出來？遇到什麼麻煩了？我有一種預感，會有不好的事情發生。你覺得剩下的時間不多了，所以你在選擇修煉靈力還是修煉靈魂力裡面，選擇修煉靈魂力，想要盡快的提高，以應對那些有可能發生的不好事情。大葉子，你什麼都懂。那就不浪費時間了，我们來吧。好。叶玲珑迅速地閉上眼睛，進入了葉星璇布的靈魂場裡。上次玩過一次之後，他這次再玩，感覺更熟練，而且速度更快一些了。在他的專注之下，已經能夠漸漸地捕捉到一些關鍵的信息和策略，以及慢慢地觸碰到靈魂力的玄妙所在了。一夜過去，眼看着馬上就要推掉下一個石碑，他被喊醒了。小师妹，你為什麼每次都是一個人藏在小樹林裡來修煉呢？為了讓葉玲珑專心地推掉最後一個石碑，葉星璇替他醒了。誰告訴你我是一個人？但是我只看到是你一個人呢。所以你也只是目光狹隘的井底之蛙。一大早的，叶師妹撞邪了嗎？怎麼開口誰都對啊？看到他被對得啞口無言的模樣，裴洛白頓時心情愉悅，神清氣爽。他推了推旁邊的唐一凡：喂，你有何見解？我沒有見解，只要我不說話，我就不會被對。你不要唯恐天下不亂啊。是啊，你們都來了，來得正好啊，我有件大事要跟你們商量。這語氣轉變之神速，神態變化之利落，有沒有可能真的不止一個人？這幾天大妖獸和靈寶出現的時間和方向是有規律的，據已經出現過3條裂縫的方向來看，他們都在福島中央，而且相隔距離很近，方向則是往正東、正南、正西，相隔時間是3天。那麼按照前面的情況推理，後面在3天不，應該是距離今天2天後的正北方向還會再出現一次裂縫，並且會再次出現大妖獸和靈寶。那你的意思是打算直接到第4個地方去蹲點嗎？對，不過首先我要跟你們說一個事情，這福島我覺得不對勁兒，我們必須要加倍小心。根據從前的經驗，福島所開放的時間是1個月吧？是。可是我們進來到現在才過去10天，即便是第4個裂縫出現的時候，也不到半個月。那麼剩下的半個月呢？半個月不到，4個方位的大妖獸都出現完了，那接下來呢？1000年之前的福島很穩定，不會出現大地崩裂、大妖獸意外出現的情況。而且根據典籍記載，1000年前福島出現過一次，而再往上出現福島的時間是距離現在4000年，也就是說，前2次福島間隔的時間是3000年，可如今才1000年，它又出現了。你是懷疑這個福島和1000年前出現的福島不是同一種情況？說不上來，現在沒有更多的線索指明這一點。既然大家想法一致，那我們就收拾一下，馬上出發，前往第4個點。到了大概地點之後，葉玲珑拿着他的伏筆，飛到了那一座山上，在那一座山的半山腰位置畫了一個大大的叉叉。4位化神大能，表現你們的實力的時候到了。全體人員一臉疑惑地看着他。昨天魏正坤以1人之力轟塌一座山，大家都是化神，你們沒理由比他差，所以誰辛苦一下把這座山給轟了。既然知道大妖獸的藏身之處，那還等什麼3天之後裂縫出現？現在就直接把它給轟出來不就行了？我來吧。小師妹的策略，做師兄的必須要第一個支持。於是他擰起了一道靈力，狠狠地朝着山體砸了過去。他一砸，整個山體被他給砸塌了半邊。一聲尖銳刺耳的嘶叫聲從裡面傳來，裡面藏着的那只妖獸用它的翅膀把另外一邊山體給推開了。有了應对這種強大妖獸的經驗，宗門弟子迅速擺開陣來，跟他開啟了一場長時間的消耗廝殺。他們用盡手段，耗盡靈力，拼盡一切，終於在第3天天邊魚肚泛白的時候，才把他給耗死了。當他巨大的身體墜落下來的那一刻，所有人都鬆了一口氣。這紫電妖鳥守護的是什麼靈寶啊？然而葉玲珑飛入紫電妖鳥的洞穴裡的時候，他發現裡面竟然沒有任何靈寶。胖頭，你看看這裡有沒有你兄弟的生長痕跡？胖頭巡視了一圈，最後腳丫子在地上一撮斷草根處挖了挖。你要找的應該是這個，根還在，但是根往上的全沒了，應該是被一口吃了。如果說這靈寶在他們到來之前已經成熟，這不就對了嗎？這只妖獸為什麼比之前的都要強？
因為他剛剛把靈寶吃掉，正在消化着，準備突破煉虛的時候，他們來了。他忽然覺得這像是一個陷阱，從龍龜妖開始，到河羅魚，到三色妖鹿，不斷地吸引大家爭奪廝殺到最後的結果便是炼虛期的紫电妖鳥出現，剩下的人全都得死。小师妹，你怎麼臉色那麼奇怪呢？對啊，靈寶呢？你沒帶它出來嗎？灵寶已經被吃掉了，我們先離開這裡，這地方不對勁兒。啊？怎麼會被吃掉了？你不會是自己拿了不告訴我們吧？所有人的目光都轉向了柳元旭，而且眼中帶刀。不是，我就質疑一下，我又沒說一定是他藏了。柳元旭一看這解釋沒人接受，他慌死了。我錯了，我不該質疑他，行了吧？不是說要離開嗎？趕緊的吧，不要理我這個无恥小人了。別理他，我們先離開這裡，情況跟預想的不一樣。哼，想走？沒門兒！你們這群卑鄙無恥、陰險狡詐、城府極深、一肚子壞水、惡貫滿盈、喪盡天良、人人喊打、天道不容的宗門之人，你們一個都不准走！辛辛苦苦準備3天，前來反殺復仇，結果人到的時候，他們已經殺掉妖獸，準備逃之夭夭了。他手一揮，從他身後大片的弟子裡面走出來好幾個，乍一眼看過去，竟然全都是化神。叶玲珑目光朝着叶荣月看了過去，如今他被放在一張鋪着軟墊的椅子上，椅子架在了一只灵鳥上，他就用這樣的方式跟隨着黑山盟的大部隊，真是身殘志堅，令人感動。叶荣月原本只是戴手套，現在连頭上都裹了一層紗，露出了一雙怨毒的眼睛。3天造了6個化神，叶荣月要被榨乾了。哼，這一次我倒看看你們宗門聯盟還有什麼辦法，加倍的實力碾壓你們，除了死就只能是死，給我死！這情況是真的沒辦法了，只要他們還是名門正派，10個化神，別說3天，3年也湊不齊。溜吧！大家迅速地開始貼符紙，左手一張加速符，右手一張保命符，準備跑路。但趙尚宇並不打算給他們機會。上！今天就把他們全都給殺了，被搶走的資源全給我搶回来！叶玲珑迅速地取出红颜，迅速地切換伞形態往前一送。趙尚宇身形一頓，又來了，他又要搞陰謀詭計了。然而红颜切換伞形態之後，再没有下文了，被耍了。他又装腔作勢耍人了。干架可以輸，叶玲珑他必須死！轟的一聲巨響，整個大地都在顫抖，腳下忽然出現了一條巨大的裂縫，伴隨着一陣強大能量的侵襲，在場的人全都有那麼一瞬的頭昏眼花、耳朵失聰。黑山盟的弟子則不慎被捲進去好幾個，那個時候他們仇恨的怒火才漸漸熄滅，求生的本能讓他們反應過來要後撤，不能再往前追宗門聯盟了。和以前的任何一次都不同，以前的震動只有一次，導致地面裂開之後就停止了，而這一次的震動一直在持續，地面裂縫也不斷在擴大，仿佛往更深更遠的地方裂了去。裂縫裡面出現了大量的黑色死氣，此時讓大家更震驚的一幕出現了，大量的黑色死氣聚集在一起，凝成了一個巨大的手掌，手掌正在地面上撕扯着大地。那是什麼東西啊？好可怕呀！來了，他又撲過來了，快跑啊！顷刻間，整個現場一片混亂，所有人都陷入了恐慌之中。不對，情況不對！哎，你們看，天空！叶玲珑聽到喊聲，抬起頭來，看向了福島那一片波雲詭譎的天空。福島之外的人，此時正和過去的每一天一樣，一邊時刻關注福島的石碑，一邊聽被踢出來的弟子講裡面的事情。養了半個月傷勢已經好了許多的任堂蓮，又出現在了福島前面的海域之上。開局大優勢又如何？還不是被逆風翻盤了？趙盟主，任堂蓮剛開口，忽然間，福島的上空頓時烏雲密布，黑霧繚繞。原本整個陽光仙氣的福島，在極短的時間裡變成了一個被死氣籠罩的枯島。發生什麼事了？福島怎麼會這樣？不對勁呢！就在黑霧完全覆蓋之前，砰的一聲響，象徵着那些弟子死活的石碑瞬間粉碎了。這怎麼會這樣啊？天降福島出現過的次數雖然是寥寥無幾，
但古籍上都是有記載，從未出现过这樣的情況啊！該不會是有人在裡面動了什麼不該動的東西，這才導致福島出事了吧？有些人吶，想法特別多，事情也特別多，搞不好就是那個害群之馬。有些人的弟子無能，就去責怪別人家的弟子多事。若是一個弟子亂碰了什麼東西，就能夠讓整個福島陷入到黑霧之中，那這個弟子的實力簡直逆天。也不知道趙盟主誇的是誰家的弟子啊，真是謝謝抬舉了。你行了，現在不是吵架的時候。要我說，這黑霧包裹福島絕不是好事。大家的精英弟子都在裡頭，與其在這裡吵架，不如一起想想辦法吧。把各家留在福島外面的化神都請來吧，看看能不能嘗試把這黑霧驅散，把人給救出來。這提議得到了所有人的一致同意。外面的人焦头爛額，裡面的人情況更糟。整個天空一下子從白天變成了夜晚，深淵之內大量的死氣噴發出來，跟隨着一起被噴發出來的還有大量的鬼魂，密密麻麻不計其數。當心，有鬼魂撲出來了！退，快退！然而他們一劍將鬼魂斬成了兩半後，鬼魂變成了兩個，重新撲了上來。大量的鬼魂往其他弟子們的方向撲了上去，而在灵鳥上坐着不能動彈的叶荣月當場就嚇瘋了。救我！快來保護我！我不能死！我若是死了，黑山盟便再無化神！他的疯喊聲引來了趙尚宇他們的關注。他迅速地回到葉荣月身邊，讓幾個化神一起護送靈鳥起飛。黑山盟全體弟子迅速撤離。這福島有問題，它不是正常的福島，它是一個陷阱。聽我令，宗門聯盟所有人拿出銷毀自己的符石，離開福島。然而他們銷毀符石之後，人還在原地沒能離開。小師妹，銷毀符石沒有用，我們出不去了。撤退，迅速的離開這裡，在福島轉一圈看看。大師兄，你帶隊，有佛珠的4師兄殿後，2師兄和5師兄在側翼保護弟子們。大部隊已經飛起，葉玲瓏還在原地，他愣愣地看着那個鬼魂噴薄而出的深淵，他莫名的有一種熟悉感。葉師妹，你怎麼還不走？你要做什麼？司玉晨往他看的深淵中心看了過去，他似乎意識到葉玲瓏被那個黑暗的深淵吸引了過去。清醒點，離開這裡，我不會讓你過去的。你的師姐們很脆弱，他們需要你的保護。這話一出，葉玲瓏心中那一股衝動徹底壓下去了。葉玲瓏簡單的在之前布置過的陣法之上又加了一重陣法，少量鬼魂可以擋一下，大量衝過來的話就沒得擋了。小師妹，在遇到的第一個大妖獸的時候，你就下裂縫裡面看过，你當時是不是有所懷疑了？就是單純的覺得奇怪，下去看看。當時沒看到鬼魂，但是看到了地下有一個巨大的空間，或許這一整座福島下面就是空的，空蕩蕩的島下面藏着不為人知的秘密。小師妹，你剛剛說整個福島就是一個陷阱。是的，它是一個陷阱，我們所有人都是它的獵物，而獵殺其實早就開始了。1個月的時間到了，這福島也依舊不會開放了。所有人都沉默了，沒人知道，若是他們真的永遠都出不去，那他們現在抗爭的意義是什麼？想什麼呢？即便是有人設置了陷阱，可福島的規則不會變啊。還有半個月，撐過這段日子我們就能離開了。他這話一出，那些絕望中的人頓時眼底又有了希望的亮光。我葉子姐絕對不會騙人的，她說能出去，肯定就是能出去的。對呀，怕什麼？撐過這段時間，我們就是最大的贏家。他倆這嗓門一出，氣氛一下子變得輕鬆了起來。我猜黑山盟的那個少主這會兒又要氣哭了吧？他們好不容易湊齊了10個化神要來報仇的時候，福島出了這檔子事兒，得了，仇報不了了，他们自己也得逃命去了。大家頓時一陣哄笑，雖然大家都很慘，但看到別人更慘還是會笑。而且還有個事兒你們都不知道，當年我跟着葉子姐外出歷練的時候，她真的是超凶的，鬼見了鬼都怕。她當年可是大半夜追着抓鬼，抓一條街的紅衣小姑娘啊！哈，這算什麼？你是沒見過我家小師妹徒手造鬼王的光榮歷史，想聽嗎？大家開始七嘴八舌地聊起來。裴洛白轉頭看向葉玲瓏，小師妹，你說的……噓，你看那邊，那是菩提樹。
菩提花在軌跡蔓延的輔導之上開放的時候，竟然會發光啊！我在書籍上看到過，菩提慈悲，心性純淨，看破濁世，不受攪擾，所以它的花才能在這鬼魅魍魉橫行的地方散發出這清澈的光芒吧。小師妹，你是不是有什麼想法呀？我需要去抓個鬼回來證實一下。大師兄，你在這裡照顧其他弟子，有事玉牌聯繫我，我去就回。可是外面那麼危險，你一個人不合適啊。大師兄，外面確實危險，但是我一出去，說不定那些鬼魂的處境比我還危險。我自己去吧，說帶個拖油瓶，我還得分心保護他的安危，是吧？那你小心吧，你出去可以，但你不准再靠近深淵了。叶玲珑乖巧地朝着他比了個 OK。什麼深淵呢？我家小师妹有什麼事情是你知道，而我竟然不知道的？哼，就不告诉你。啥玩意？裴洛白当场被气得太陽穴突突的。葉玲珑飛了一段之後，從戒指裡把招財給放了出來。招財獲得了放風的機會，頓時心情非常愉悅。他那雙血紅的雙眸此刻忍不住眨了一下又一下，快樂的像只憨狗。招財，我要先抓個鬼回去做實驗，等會兒再放你出來吃自助好不好？招財一聽不好，於是他鬼身一閃，再回來的時候，左手捏了5、6個，右手捏了7、8個，一抬手遞給了葉玲珑。上次為了拯救大師兄，他在石澤山上還把囤給他的所有口糧都放生了。他可憐的好大兒受了太多委屈了。葉玲珑從戒指裡取出裝鬼的籠子，將那幾個鬼裝了進去。那你去玩吧，不過你得1個時辰回來一次，你要是走丟了，我會很難過的。招財腦袋微微的點了點，表示他一定不會丟。為此，他甚至刺激了一下他身上貼的符文禁制，表示這個還在，你能找到我，我也能找到你。真乖，那麼多好大兒裡，你是最乖的，去吧，但是別吃太撐了，知道嗎？招財微微點了個頭，然後轉身飄走了。那是什麼東西啊？好可怕，比深淵的鬼還可怕。只見光芒照到鬼身上，那2隻鬼就像是被灼熱的陽光曬穿了一樣，魂飛魄散消失了。然後用手中的發着光的菩提樹枝狠狠地抽到那2隻惡鬼的身上，那2隻可憐的惡鬼被抽得當場就發出了恐懼的嘶吼聲。菩提樹枝抽落下來的位置，那2隻鬼的鬼魂就消散掉了。沒一會兒又死了2個鬼。葉玲珑他是真的會徒手抓鬼，且猖狂虐鬼啊！你們為什麼全都在看着我？在看你表演徒手抓鬼。哦，好看嗎？他們都要被嚇死了。有個好消息，有個壞消息，你們想先聽哪個？先聽好消息吧。發光的菩提樹可以驅鬼，躲在菩提樹下可以保平安。所有人眼睛都亮了，這可是個天大的好消息啊！那壞消息是什麼？壞消息是發光的是菩提花，花會開但也會落，而且花碰到鬼魂，鬼魂會消弭，花也會衰敗。時間會讓菩提花枯萎，鬼魂也會。以及1刻鐘之前，鬼魂已經出現在這10里之外，估計這會兒大部隊要到了。這個消息為什麼不放在最早說？這裡有3棵菩提樹，3棵樹並不緊挨着，中間有部分地方是光芒照不到的。4個宗門分3棵樹，可以不要每一步都考驗人心嗎？我們清玄宗的人少，不如跟我們昆吾城在一塊吧。哎，你們昆吾城人那麼多，太擠了，不如來跟我們七星宗在一塊吧。尹月宫人數最少，按人數還輪不到你们七星宗。要不……忽然聽到身後傳來了一道道迅速的靠近的嘶吼聲，下一秒，所有人1秒衝進了菩提樹的庇護之中，管他去哪棵樹，選中哪棵算哪棵。小師妹，你快進來呀！阿飄來了，你們不出來玩一下嗎？阿飄來了，你不該進來躲一下嗎？不慌，我來給你們上一堂猛鬼普及課，上完了你們有了基本的知識，便不會再害怕了。葉玲珑話音落下，3個阿飄飄到了他的身後，其他人嚇得心肝一顫。哎，葉師妹當心，你身後。葉玲珑身體往後一靠，整個手臂搭在了那只鬼魂的肩膀上。為什麼呀？他們為什麼不咬你啊？這題我會。抬腳就往邊上那鬼魂身上踹了過去。那鬼魂回頭看了他一眼，沒搭理。這些鬼魂是人類的好朋友，只要你們對他心存善意，把自己當做他的一份子，他必定也會待你如親爹嗎？看，鬼魂沒有你們想的那麼可怕。
不是，他們已經成年，並且有獨立的思想和判斷力，能不能不要這麼隨便忽悠他們？他們是真的會相信的呀。我作證。這時，燒烤師傅兼吹大炮選手羅延忠站了起來。虧得當初在遮雲城裡蹭的鬼泣符還剩幾張，不然現在就沒法出來裝逼了。鬼魂呢，確實是人類的好朋友，只要做人足夠騷，逮着猛鬼摟小腰。這時，羅延忠忽然感覺到頭頂一陣陰冷，好似有殺氣傳來。他猛地一抬頭，這超級大的鬼王啊！羅延忠嚇得趕緊跑回了菩提樹裡，趕緊躲在了清玄宗弟子的身後。只見那只鬼王飄到了葉玲瓏面前，一口就吃掉了跟他勾肩搭背的那只鬼，然後飄過去，拿起葉玲瓏的手，讓他搭在自己的身上，不准他碰別的鬼。這做派怎麼有點像招財啊？招財，我不是讓你別吃那麼多嗎？你怎麼把自己吃成個球了？我英俊瀟灑、玉树臨風的招財呢？招財瞟了葉玲瓏一眼，然後低下眉眼，露出有那麼點知道羞恥的樣子。等一下，這就是傳說中葉玲瓏親自餵養打造的鬼王？看着孩子無辜的眼神，苛責的話他也說不出口了。罷了，只是吞進去沒來得及消化，又不是一輩子這個球樣。看到葉玲瓏臉色變好，招財又高興地蹭了蹭他的腦袋，像只粘人的大狗。這場面一點兒也不溫馨治癒，沒眼看，真的沒眼看。你就在附近玩，不要走遠啊！我一會儿就要出去，需要你的保護。招財一聽，高興地把頭一點，飄到附近抓小鬼玩去了。我們剛剛講到哪裡了？說到鬼魂是人類的朋友。你們說個什麼玩意兒？我什麼時候說過這句話了？這一下，所有目光都往陸白薇和羅延忠身上看去。胡說八道！鬼魂不是人類的朋友，他們兇殘又殘忍，我們通常打不過他們。大家紛紛點頭。對嘛，這才是符合三观的正常言論。根據人類生存法則，打不過就加入。所以接下來我來教你們怎麼加入他們。加入別的就算了，加入鬼魂是要集體抹脖子變阿飄嗎？接下来，葉玲瓏開始了一場刷新人類三觀的教學，教大家如何加入鬼魂，又教大家如何在鬼魂中鬼鬼祟祟的生存。以上內容介紹完畢，接下來我將介紹如何在鬼氣遍布的地方修煉。他竟然還要創造條件修煉，卷歸卷，但卷到如此喪心病狂是他們沒想到的。我們必須抓緊一切時間修煉。黑沙盟已經10個化身，我們才4個，連人家的一半都不到，你們不羞愧嗎？在這生死攸關的時刻，躲在這樹下不是長久之計，壯大自己才是生存根本。沒有人可以永遠躲在他人的羽翼之下，你們要做自己的生命安全第一的責任人。葉玲瓏從戒指裡取出了一疊鬼氣符以及一大袋靈珠，大家都準備一下，排好隊，不用着急。鬼气符原價101一張，現在呢友情價99隻，一次性購買超過10張打98折。靈珠原價10001一枚，現講座現場價97折，一次性購買超過10枚打95折，數量有限，先到先得。萬萬沒想到，講座的盡頭是賣貨。這靈珠有點眼熟啊，你解釋一下吧。看了看那年一起在九華山上薅靈氣的共犯們，說實話，不然丟你出去餵鬼。說完之後，司玉晨神色嚴肃，久久無言，最後斥責道：你可還記得昆吾城的门規呢？不貪不搶，不偷不摸，我錯了，大師兄。你是錯了，不是這條門規。啊？有福共享，勿忘同門，不可自私，不准自立。下次帶我一起。靈珠，你是不是有存貨呀？是啊。分我一點，他賣的太貴了。又賺了一大筆銀子的葉玲瓏心滿意足地整理了一下戒指，然後在菩提樹的附近又布了好幾個防禦陣法。他交代大家在原地別亂跑，老老實實躲在菩提樹下修煉，有任何異常及時通知他。小师妹啊，你又要出去啊？是啊，總不能所有人都躲在這裡，外面的情況瞬息萬變，總是要有人去查探的，這裡我去最合適。我陪你去吧。大師兄，你和四師兄留在這裡保護大家吧。你們2個拿主意習慣了，有個事情也能做主，就由我陪着小师妹去吧。我也要陪着小師妹一起去。遮雲城我去過，對付鬼魂多少有些經驗。季子卓左看看右看看，忍不住也想出去玩。他噌的一下站起来，拖油瓶不带，其实用坐下。呵呵，有些人真的没有自知之明啊。沈离贤瞟了他一眼，成天就知道欺负师弟，
宁明成，你也就這點出息。笑容不會消失，他只是從寧明成的臉上轉移到了季子卓的臉上。2師兄、5師兄，小師妹，路上注意安全。飛了一圈，發光的菩提樹見到了一些。葉玲瓏繪制了一個地圖，把他們的位置記錄下來，以便他們棲身的地方出事之後有新的地方代替。小師妹，我們接下來要去哪裡啊？飛到最高處看一看，我必須要知道福島是怎麼被封鎖的。小師妹，我們是不是只有打破封鎖才能離開？你之前说的半個月自動開放是騙人的吧？總不能讓他們在惶惶不安之中度過後面的時光啊。葉玲瓏這話相當於是承認了。沈離賢和穆蕭然互看一眼，眉頭緊皺。你们相信我吗？信。那就別慌，總有一天會帶着你們所有人離開這裡，一個都不落。那一瞬間，沈離賢和穆蕭然心中情緒翻湧。他們家小師妹啊，明明他自己也不知道該怎麼辦。長羽靈雀不斷的高飛，往被黑霧纏繞的天空之上飛去，但他沒能飛多久便飛不動了。葉玲瓏從他的背上跳起，自己往上繼續飛。沈離賢和穆蕭然見此，也離開了長羽靈雀的背部，護着他一塊兒往上飛。小師妹，你怎樣？我飛不上去了，2師兄、5師兄，你們試試看。沈離賢和穆蕭然繼續往上飛，但兩人也沒能繼續飛多高。三人重新回到長羽靈雀的背上，往地面上飛去。這也太難了，到底是誰布的陷阱啊？抓我們這些小小螻蟻有什麼用？小師妹，你剛剛不是還挺有自信的嗎？我的話你也信啊？看來我讓你見識到了人間的險惡還太少了。為什麼小師妹說任何歪理，從她嘴裡講出來的那一瞬間，都能讓人覺得非常有道理呢？三人一路下降，一直到地面上空之後繼續平飛。就在這時，他們看到地面上有4個人正在拼死跟鬼魂戰鬥。來活了，來活了！2師兄、5師兄，我們去賺一筆外快。穆蕭然指揮長羽靈雀往下方飛去。救救我們！帶錢了嗎？那4人一臉震驚，為首的還在呆愣時，他邊上的小弟立即反應了過來。帶了，有錢，我們很有錢的，就一次，按你要的價給。上來吧。哎，等一下，什麼給錢？救人就救人嘛，怎麼還收錢呢？沒有落井下石便是你心善，既然是心善，就不該敲竹槓嗎？你救了人還要敲一筆錢，你是要做好人還是要做惡人呢？我不心善，師兄，我們走。等等，就我們4個，我們願意出錢。他那份錢我一起出，你不用管他說什麼，我才是買家。這位小兄弟好上道呀，撈上來吧。你們竟然還是2位化神，既然已經成了人人羨慕所敬仰的化神大能，為何還要靠着救人來收取錢財呢？你們分明是不缺錢呢。沈離賢和穆蕭然轉過頭去，正考慮着要不要把這個人丟下去。各位兄弟，對不住了，我們家少主他原本不這樣的，今天發生那麼大的變故，我們又被鬼窮追不捨，他嚇傻了，現在張口就胡言亂語的，你們不要當真啊！趙小四，你在胡說八道什麼？少主，我可憐的少主啊！我沒被嚇傻，我是正常。是，您不傻，您還是正常人，您情緒別那麼激動，不利於恢復的。姑娘，我來付錢，我出我跟少主的，其他2個人的錢他們自己付。5萬靈石一個人，你們2個就是10萬靈石。什麼？10萬？你這是獅子大開口啊！你這是搶錢嗎？你這是要命！是啊，不給錢我就要了你們的命。那就要我們的命好了，這錢不能給。少主，可我剛剛同意出錢，他才拉我們上來的，現在上來了不給錢，那豈不是言而無信？不給錢還賴在人家的靈獸上，這不就是無賴行徑嗎？對呀，跟他的道德觀念相違背了。放心吧，少主，我有錢。你有什麼錢呢？10萬靈石拿出去了，自己還剩幾個？10萬，你自己數好了。少主，閉嘴！以下犯上，我回頭收拾你。天黑了，鬼來了，一朵奇葩綻放了。找到最近一個有菩提樹的位置，飛過去把他們放下後，這筆交易就算結束了。這些鬼怎麼和之前的不一樣？是啊，他們的攻擊力和防禦力都比之前要更強，而且更加的耐打。也就是說，這裡的鬼也分等級。若是之前最弱的鬼算1期，那麼這個應該算得上是2期了。銀貨2期，我們再無瓜葛。不行，你們不能把我們留在這裡啊，這裡不安全。菩提樹下可避萬鬼，安全得很。5萬靈石只能送你們到這裡，要是想被送出島，那是另外的價錢。多少錢？
我有的是錢，你開價我可以出的。講道理是好事，但是你不能丟了腦子啊！我要是能出去，你還能見到我。這項業務暫時未開通，等開通的時候，你若還活着，我就再給你開價。姑娘，你們真的不能把我們留在這裡啊！這裡不安全，他一定還在附近，他還會再來襲擊我們的。他？菩提樹可以避鬼，我們知道，我們先前也是躲在一棵菩提樹下的，但是我們被他襲擊了，他摧毀了我們的菩提樹，導致我們沒有庇護，這才落得被鬼魂追殺的淒慘境地。葉玲瓏眉頭一挑，這島上不但有鬼，鬼按實力分等級，而且還有似鬼非鬼的東西啊。是什麼東西啊？我們也不知道，長得像是地獄惡鬼，又像是一種妖獸，靈活又很狡猾。最大的特點是，它有一雙大眼睛，大的像2個铜铃，佔據了臉部的2/3。趙小四頓了頓，又道：“這東西出現的時候，會帶着很多腦袋上有綠光的鬼魂，那些鬼魂像是可以被它驅使一樣，它毀樹，鬼魂就吃人。”趙小四話音刚落，旁邊的任義兄忽然驚呼一聲，舉起了手中的劍。他來了。葉玲瓏迅速轉頭看去，只見這一棵不大的菩提樹周圍竟然不知何時聚集了大量的2級鬼魂，綠色的光點密密麻麻的，看得人脊背發涼。就在這時，葉玲瓏忽然足尖一點，朝着菩提樹的樹冠一劍砍了下去。劍落下的時候，鳳凰神火骤然爆開，那一瞬間他果然看到了一個似獸非獸的東西，在下一秒他便轉身逃走了。菩提树骤然倒塌，上面發光的菩提花散落了一地。他逃走之後，那些2級鬼魂迅速地撲向了他們幾個人，仿佛是在他的指揮下為他斷後一般。我去追他，你們不用跟來。這東西聰明又危險，還懂得如何驅使鬼魂，絕對是個棘手的玩意兒，必須要抓到他，否則後患無窮。眼看着就要追上那東西了，葉玲瓏手中的紅顏一甩，紅顏飞旋出去，迅速地在前方攔住了那東西的去路。你跑得可真快啊！3張加速符少1張都追不上你。那東西的嘴巴一歪，露出了一個嘲諷的表情。哈，你聽得懂我說話啊？這裡那麼多鬼魂，靈智都很低下，你看起來有點特殊啊。葉玲瓏決定暫且稱之為鬼獸。既然被我逮到了，那就乖乖跟我走一趟吧。葉玲瓏說完，提着紅顏衝了上去，長劍揮落，那鬼獸一跳，他身後的石頭被瞬間劈碎。當葉玲瓏再度發動攻擊的時候，他忽然感覺到身後一陣陰風吹拂，他迅速回過頭去，看到他的身後不知何時出現了差不多10只2級鬼魂。這時那只鬼獸往岩石上一跳，找了個好位置，準備圍觀他被群鬼撕碎分食。原來是故意的，哼！你拿自己當诱饵，把我單獨引到這裡啊，然後召集你的小弟來對付我。我們在一起你殺不掉，所以選擇逐個擊破。你好聰明啊！那只鬼獸又歪起了一邊嘴，露出了一抹嘲諷的表情。哼，搞得好像誰都沒有幫手似的。來，讓你見見我的好大耳。葉玲瓏從戒指裡把太子和小白給抓了出來。小白出來的時候，順便把他的小弟們也給帶了出来。那只鬼獸眉頭一皺，衝着半空中低叫了一聲。鬼獸的身後飄來了一只新鬼。葉玲瓏面色一驚，3級鬼，這裡竟然還有可戰化神的3級鬼。本來還想隱藏一下實力的，既然如此啊，那我就只能拿出我的王牌啦。招財一出，氣勢無敵。旁邊2個鬼王級別的鬼正在廝殺。葉玲瓏冷笑一聲，揮動紅顏迅速動手。太子和小白也開始幹起活來。最後一個2級鬼被葉玲瓏的鳳凰神火給燒死了。這時他抬起頭看向岩石上的那只鬼獸，提着紅顏就往前衝。那只鬼獸的身後忽然多出了一大群泛着幽幽綠光的2級鬼，衝到一半的葉玲瓏想也不想的掉頭就跑。你的地盤你放肆，你有兄弟你嚣张。就这樣跑了一路之後，葉玲瓏在前方看到了亮着光芒的菩提樹。飛近之後，葉玲瓏才發現那邊雖然只有2棵菩提樹，但卻是一個絕佳的庇護場所。然而在馬上就要進入洞口的時候，忽然一道強大的靈力從裡面打了出來。原來這個洞穴已經有主了，是蒼山72宮的人。是你？他話音剛落，便看到葉玲瓏身後跟了一大群腦袋上掛着綠光的2級鬼魂。師兄，千萬不能讓他進來，他是宗門聯盟的人，說不定是帶着目的來的，否則一個小小的金丹怎麼可能會吸引那麼多的鬼魂？說不好他是故意來摧毀佔領我們這裡的，殺人奪寶，鳩佔鵲巢啊！沒錯，
先不管他到底是不是有壞心，可他引了那麼多高級鬼魂過来，讓我們也陷入了巨大的麻煩之中。這種情況，我們絕不能再放他進来。更何況外面情況這麼危險，他一個小金丹敢自己在外面走，本就是不尋常啊。是啊，他们以人数最少的劣勢開局，卻能跟人數最多、實力最強的黑山盟鬥得有來有回，而且4大妖獸他們獨佔了3個，沒點手段可做不到。我們還是不要惹禍上身的好。這時，後方被大批2級鬼包圍，站在懸影之上的葉玲瓏沒吱聲。既然這裡進不去，他只能嘗試衝出群鬼包圍，殺出一條血路。想到過他會辯解，會懇求，會利誘，甚至會威逼弄個魚死網破，但沒想到他一聲不吭就回頭殺出一條血路。蔣師兄，你放他進來吧，他不會傷害我們的。他現在一個人拼殺，肯定是遇到困難了。如今福島陷入永夜，誰也不知路在何方。我們的對手已經不是人類，而是這些鬼魂了。而為葉玲瓏說話的是落雪宮公主的親外孫女兒尹詩涵。你有什麼證據證明他不會傷害我們？我沒有證據，但我的命是他救的。當初大妖佔領青雲州，滅我滿門的時候，是他帶我離開青雲州，否則我也沒有機會活到現在。如果你們一定要見死不救，我可以一命換一命。我出去，他進來。又跑出了好幾個弟子。我們是醉花宮的弟子，也受過葉玲瓏的恩惠。若不是他救我們一命，我們已經慘死在黑金山弟子的手中了。我們也願意為他擔保，求蔣師兄放他進來。一直以為他們跟宗門聯盟沒什麼交集，可葉玲瓏竟然救了他們這麼多人。讓他進來。蔣松航下了決定。可是，沒有可是。既然他人品沒有問題，我們不該見死不救。更何況你們不是想離開福島嗎？我們出不去，或許他可以。話音落下，蔣松航也不管其他人的意見，走出了洞口。一道靈力打在了葉玲瓏面前那些鬼魂的身上。抱歉，剛剛不該攔你在外的。無妨，現在改正為時未晚。為了不讓他覺得自己在施捨他，而盡量表現得客氣又禮貌的蔣松航無語了。葉玲瓏說的為時未晚並沒有開玩笑，因為他進去後第一件事便是在2棵菩提樹旁邊布了一個結界，同時還帶着他們一塊加固了菩提樹周圍的保護。鬼獸後退一步離開，而那些聚集在洞口外面的2級鬼魂也漸漸散開了。葉姑娘，你在看什麼呢？葉玲瓏把鬼獸的事情跟他們說了一遍，那一刻他們全都在慶幸蔣松航做了這個決定，救了葉玲瓏的同時也救了他們自己。他暫時離開了，可未必不會回來，還是要小心為上。既然已經加固好了，你快跟我進去療傷吧。被鬼爪撓傷可不是開玩笑的，時間再長一些，你要留疤了。留疤就留疤啊，我都不着急，你着急什麼？那可不行，我的公主殿下必須完美無缺。有鬼，大鬼來了！蔣師兄，你快出來看吶，這鬼好厲害啊！葉玲瓏的腦袋冒了出來，一眼就看到了在洞穴外的招財。他們正要應戰的時候，葉玲瓏從人群後面衝了出來，在招財衝到菩提樹下之前將他攔住，嬌小的身軀撞在了招財的身上，抱住了他大大的支離破碎的身體。招財，我不是故意丟下你的，我被他們追殺，然後受傷了，你看。招財看到之後，竟然下意識的想要張嘴去舔舐他的傷口。葉姑娘，小心啊！葉玲瓏笑着伸手摸了摸招財的腦袋，心情好極了。已經包紮好了，你不用擔心。回頭指了指身後那一片空空如也的地方，瞧，追你的那些鬼我都給吃掉了，你不用害怕了。還有那一只很強的3級鬼也被我咬死了，我打贏了，我没給你丟人。你好棒啊！回過頭的時候，看到了苍山72宮的弟子全都看傻了，想必是這一出人鬼情深把他們給整不會了。我给你們介紹一下，這只呢是我養的寵物，它叫招財，它超乖的，你們不用害怕。看大家的表情好像還是不太能接受，於是葉玲瓏便把招財收回了他的棺材盒子裡，讓他養傷，而且吃了那麼多鬼魂也該消化一下了。葉玲瓏進去的時候，他們下意識地多退了幾步，不是很敢靠近。他正要回到洞穴裡，身後忽然傳來了新的動靜，看到有2個化神帶着4個元嬰走過来的時候，蒼山72宮的弟子又下意識地抬起了劍，警惕起來。2師兄、5師兄，你們來啦！小師妹，你沒事吧？沒事兒，他們救了我。多謝各位大救我小師妹。客氣，你們家小師妹也救了我們。對了，這4個人是你們的人嗎？不是我們的人，不過我認識。他是百教神殿總殿主的公子向元杰，也是百教神殿的少主。江松航上前一步，抱拳道：向少主，
幸會。他少主，他們百教神殿不是也有组织嗎？他為什麼會落單？向元杰臉上露出了一絲不自然的神色。教內事務，外人無需掛心。懂了，屁事太多被踢出隊伍了。胡說八道，我是自己出来的。那就是自以为瞎逞能，最后差點横死福島，留下來給鬼魂們教授仁義禮智信。向元杰一口氣卡在胸口，不想忍了。少主，我們花了錢呢，如果這個時候生氣走人，我們的性命沒保住，他就白賺了。向元杰這口氣又咽了下去，算了，還是忍忍吧。这裡呢有一棵菩提樹，可以保護你們的安全。我將你們送到安全的地方，銀貨兩訖。至於他們願不願意收留你們，你們自己談吧。向少主光臨，我們自然是歡迎的。那就多謝蔣兄了。二位要不要進去喝口茶？不必了，我們是来接小師妹的，告辭。沈离賢話音剛落，葉玲瓏的玉牌便狂震了起來。葉子姐，我們出事了。這時尹詩涵推了蔣松航一下，對着他使了個眼色。讓我大師兄去幫你們吧，以他化神期的修為，肯定能夠有所幫助的。我們留在洞穴裡很安全，這裡還有另外一個化神守着呢。對，讓我去幫一幫你們吧。上來吧。多一個人幫忙是好事。長羽靈雀飛回宗門聯盟原本休整的地方時，那裡的菩提樹已經倒下，地面一片狼藉。有司玉晨和裴洛白在，他們暫時還能撐着。葉玲瓏他們一到，3個化神加入，戰局瞬間變得有利了許多。現在是到我們休息的山洞裡面去吧。那就多謝蔣師兄了。客氣。如今福島的生存情況惡劣，鬼魂遍布，人類應該互相幫助才是。這時一個影子在葉玲瓏的眼角邊閃過。小師妹，你去哪兒？我去追個東西啊，你們先走啊，我頂不住了，我自己會逃的。那只鬼獸發現葉玲瓏在追擊他的時候，葉玲瓏已經快追到他面前了。他看到葉玲瓏的第一瞬間，不是像之前那樣撤退，而是眉頭一擰，露出獠牙，朝着葉玲瓏衝了上來。怎麼忽然就變得勇敢了？伞面上的反震震得他胸口一痛，後退了幾步。葉玲瓏迅速切換紅顏的劍形態，提着劍朝着他刺了過去。下一瞬，他的前臂被切斷，暗黑色血液飛濺了出來。見識到葉玲瓏厲害的他，恐懼的迅速後退。與此同時，他呼喚大量的二級鬼朝着葉玲瓏圍上來。小師妹，那些二級鬼魂馬上就要全部包圍過來了，走吧。葉玲瓏不想讓大家擔心，於是他點了點頭，順手把落在地上的鬼獸殘肢給撿起來之後，跟着裴洛白一塊兒離開了。如今福島的生存形勢嚴峻，大家能活到現在都不容易。既然遇見了，不如我們就攜手合作，一起抵抗外敌，找到離開福島的方法。你們覺得如何呢？宗門聯盟很有誠意，也不會背刺合作夥伴，你們儘管放心便是。跟宗門聯盟合作，我們自然是放心的。你們的人品我們信得過。若對象換作黑山盟，我們便是魚死網破，也絕不會跟他們有任何交集的。之前河洛魚出現在什麼地方？我記得你們原本是要埋伏黑山盟的，為什麼這麼恨他們？因為他們好幾次蓄意謀劃劫走我們的元嬰期弟子，帶走之後，我們雖然不知道他們用作什麼，可他們再也沒有回來過，就連屍體都找不到了。對，那些喪心病狂的東西，不選擇正面對戰，反而是偷偷摸摸的劫走我們落單的弟子。上到化神，下到元嬰都這麼幹，他們是不是有病啊？他們不是有病，他們是為了造化神。聽到這話，原本七嘴八舌的蒼山弟子瞬間安靜了。啊，你說什麼？他們偷走了你們元嬰期的弟子，是為了汲取他們身上的修为，用他們來做養料，来造出新的化神。可是自從被偷了10個弟子之後，我们有了經驗，開始防着他們。可那之後，他們又突破了6個化神呢。最後一次見到黑山盟，他們有幾個弟子了？200出頭。看黑山盟這次進來的人數，總共是有370多人。可那是他們自己人啊。不是自己的命，那就不是命，與自己人和外面人並無任何關係。蒼山的弟子陷入了長久的沉默之中。當沉默打破的那一刻，他們忽然集體往後退了退，並一臉警惕地盯着宗門聯盟的弟子。葉玲瓏差點忘了，他們宗門聯盟也在短時間內造了3個化神呢。這時他忽然唇角一勾，森森一笑。想知道我們是怎麼造化神的嗎？這話一出，大家又後退了一步，並且開始做出防禦的姿態。接下來就是見證奇蹟的時刻。
歡迎全程圍觀我們宗門聯盟如何造化神。唐師兄、四師兄，該你們上場表演了。小師妹啊，別嚇唬他們了。然後轉回頭看向唐一凡和楊景洲。小師妹已經開口了，別讓他打臉。我給你們3天時間，3天時間太長，不如就3天。那就3天吧，就這麼定了。好，既然達成一致，那我們差不多收拾一下，可以開始嘗試突破了。葉玲珑給他們選了塊風水寶地，然後給他們布置了陣法。葉玲珑把上次那一枚從三色妖鹿那裡搶來的靈寶炼化成的丹藥給了楊锦州。杨锦州自己本身也有不少积蓄，這一次全都拿了出来。花诗晴和陈七元也紛紛跑過來貢獻。雖然這一次大寶貝沒有上次穆蕭然那麼多，但楊錦州本身就比穆蕭然更接近化神，所以倒也不差多少。另一邊，司玉晨乾脆又把压箱底的寶貝借了一些給唐一凡，就連柳元旭也没忍住過去捐了一些。七星宗弟子更是倾盡所有，就怕不夠。別有壓力。不愧是挚友，關鍵時刻總是讓人寬心。他一個做飯的廚子而已，你是堂堂的七星宗首席啊，他能給你什麼壓力呢？這不是必贏的嗎？放輕鬆吧。做個人吧。唐一凡決定收回對摯友損友的一切感激。於是唐一凡和楊景洲2人在大家的幫助下迅速地進入了突破狀態。來啦，小師妹新專輯來啦！接下來的時間我們兵分2路，留在洞穴裡的低修為弟子有3個任務。第一，繼續開拓挖掘這個洞穴，讓它足以容納更多的人。第二，留在這裡的弟子需要分配時間修煉增強自己的實力。第三，修煉之外，大家還需要抽出時間到門外去跟鬼魂戰鬥，以提升自己的戰鬥力，以及練習擊殺鬼魂的技巧。這是2位化神突破用的同款靈珠，使用方便，效果極佳，乃出門歷練必備，原價2萬靈石，合作友情價99折，一次買10枚以上98折。那你說要出去跟鬼戰鬥，可是外面鬼那麼多，萬一被圍攻，豈不是很危險？鬼氣符貼1張就能獲得少量鬼氣，同時短暫隱藏自己的人氣，乃闖蕩輔導保命必須，原價200靈石1張，合作友情價97折，一次買10張以上96折。蒼山72宮弟子再一次驚呆，世上竟然還有這麼好用的東西啊！買，價格上限能夠承受，且都很實用，必須買。宗門弟子此刻就是後悔啊，臉上寫着2個大字兒：後悔。